2023年3季度 BBA 三兄弟，奔驰收入2928.67亿，宝马收入3027.71亿，奥迪收入1277.04亿，宝马占据桂冠，但在成功人士的代表100万豪车销量榜单中，奔驰一骑绝尘。我们做的都是 Benz， 都是 Rolls Royce， 你做 S 级以25749辆的成绩遥遥领先于七系和 A8， 不愧是宝马相伴，奔驰一生。奔驰官方将自己旗下的车型按照价格划分为了3个级别：顶级奢华 AMG 迈巴赫 G Class、S Class、GLS、EQS、EQS SUV， 核心豪华 C 级和 E 级的所有衍生车型，入门豪华 A 级和 B 级的所有衍生车型。听不懂没关系，我来帮你梳理一下整个奔驰的车系族谱。带 EQ 前缀的为奔驰新能源车型，实话实说不太推荐购买。轿车线 A、B、C、E、S， SUV 线 GLA、GLB、GLC、GLE、GLS、G Class， 轿跑敞篷线 CLA、CLS、SL， MPV 线威霆、V Class， 迈巴赫线 S、GLS。奔驰轿车国内常见的车型其实只有 C、E、S， 分辨起来非常简单，就是看灯。C 的前灯只有一个点 ，E 分为改款前和改款后，前者看前灯会有2个点，后者看尾灯会有一个奔驰的 logo。S 的前灯则是3个点，其中 C、E 均已国产化，由北京奔驰生产 ，S 都是进口，也就是咱们直接可以官网或者 4S 店购买的车型。再就是美规、加规、欧规、墨规等，就偏麻烦一点，需要通过平行进口商购买。平行进口商可以简单理解为海外代购。不建议纯小白接触，建议带上专业人士。一般来说，平行进口车会比中规车便宜大约10%到20%，具体优惠请以实际车型为准。当然，因为便宜，所以也会有一些问题所在。首先，大部分平行进口车型是没有官方质保的，质保多为车行或者保险公司负责。其次，因为没有指导价的约束，所以大概率一车一价。最后就是难以分辨是否为原厂配置。奔驰 SUV 全系在国内都比较常见，区分方式也很简单，也是看灯。GLA 2个圆灯 ，GLB 4个竖灯 ，GLC 3个竖灯。GLE 在3个竖灯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横杠 ，GLS 将横杠变成了竖条，最后的 G Class 就没有必要教了，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其中 GLA、B、C 已国产化，由北京奔驰负责生产 ，GLE、GLS、G Class 都是进口，同样也分为中规和平行进口。迈巴赫非常简单，就俩车，迈巴赫 S 和迈巴赫 GLS， 可以简单理解为 S 和 GLS 的 Plus 版。这里也简单教一下大家如何分辨 S 改的迈巴赫 S 和真迈巴赫 S 的区别，非常简单，就是看后排的小窗，小窗在门上就是 S， 小窗在车上就是迈巴赫 S。 最后就是比较特殊的 MPV 线，奔驰 MPV 分为 V Class 和威霆，均为福建奔驰生产，前者定位类似于阿尔法这样的家用 MPV， 后者定位类似神车50宏光的多用途货车，有需求的别买错了。为什么说奔驰 MPV 特殊呢？有2点，一点是奔驰 MPV 经常会出入一些私人会所，另一点就是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顶着迈巴赫标的奔驰 MPV， 都挺耐人寻味的。回归到奔驰视频的重点，如何才能正确的选择一台奔驰 S 呢？不同版本的 S 都适合哪些人群？如果你正好对 S 感兴趣，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欢迎未来的奔驰 S 车主们给我一个收藏啊，以后肯定用得上。先说结论，如果是公司用来撑场面的，选 400L 商务型；如果是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建议 400L 豪华型起步。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 450L Formatic。整体来说，大家买 S 级主要关注的3个型号就是 400L 商务型、450L Formatic、500L Formatic。也简单说一下，如果用公司的名义买一台200万的车，大概可以抵个113万左右的税，差不多就是4-5折。当然具体情况还请大家以实际情况为准。S 目前在售车型有7款，6款燃油，1款混动。中间的数字代表配置的高低，第一位代表车辆性能，4代表 2.5T， 5代表 3.0T。这里就不得不吐槽奔驰，看看隔壁不坑穷人的帕梅，同样也是100万起步的价格，人家 2.9T， 奔驰抠抠搜搜的。00和50代表车内配置高低，混动版本比较特殊，虽然用的是 3.0T 的发动机，但是性能和 2.5T 是同级的，所以奔驰将其划分到了4当中。Formatic 代表的是奔驰的4驱系统，E 代表插混版，可以上绿牌。为什么说不是公司撑场面的话，不建议选择 S400L 商务呢？因为配置确实是盖中盖，和豪华版一比就是买了个 S 的壳，前后排空调座椅，车内空气调节组件，柏林之声后排智能感应助理，遥控泊车360度摄像头，并且商务型的座椅虽然支持电动调节，但是没有腰部和腿托调节。商务型只有9个扬声器，豪华型15个扬声器，并且还是柏林之声。商务版很多舒适配置都没有，自己使用的话确实不太舒服。当然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商务型近期成交价应该在86万左右，豪华型97万左右。S450L Formatic 和 S400L 豪华版，简单来说，前者适合坐，后者适合开。如果对后排舒适度以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有要求的话，建议选 S450L， 近期成交价在117万左右。先说动力参数上的区别，前者367匹，后者313匹。前
前者为4驱，后者为后驱，并且在车身长度上，前者比后者长了30毫米。外观配置上，前者比后者多了智能风挡玻璃清洗系统、AMG 车身风格组件。内饰上，后排安全带递送器、后排腿部空间拓展组件，可从后排进行电动调节的前排乘客座椅，可选主动式多纺型座椅组件，纳帕皮式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MG 脚垫。安全与辅助系统上，智能驾驶辅助组件。技术配置上，可选后轮主动转向系统，采用大尺寸制动盘的制动系统。S450L 4MATIC 和混动版之间的取舍也很简单，看你对绿牌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不太建议选择。虽然省去了购置税，但是配置也低了一些。外观上减配了智能风挡玻璃清洗系统、MG 车身风格组件，内饰上减配了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可折豪华型头枕、前排乘客侧可折叠、后排座椅舒适组件、后排腿部空间拓展组件，可从后排进行电动调节的前排乘客座椅、主动式多纺型座椅组件、纳帕皮式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安全与辅助系统减配了智能领航线距功能。S450L 4MATIC 降薪高定版就是 450L 的顶配版了，相比普通版提升不是特别大，性价比不是特别高，主要还是多了一些降薪高定版的专属内饰，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不是太高。S450L 4MATIC 和 S500L 4MATIC 又不一样了。最直观的就是价格，近期的成交价在152万左右，要比前者贵36万左右。如果是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建议上500L。性能方面，从 2.5T 换成了 3.0T。外观上，从几何多光束 LED 大灯升级成了智能数字大灯，搭配了隔热隔音且反射红外线的夹层玻璃。这里我就要吐槽一句，都这个价格了，后备箱感应开启功能还要收600块钱。内饰上标配裸眼3D 数字仪表屏、智能感应助理，可选尊贵版组件，后排小腿按摩功能，标配行政座椅，可选头等舱级后排独立座椅，柏林之声高端4D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但是内饰上同样可以选装降薪高定的专属内饰。安全与辅助系统标配带实景穿越的平视显示系统。技术方面，智能魔术车身控制系统。S500L 4MATIC 与 S500L 4MATIC 降薪高定版，除了一些专属内饰以外，在舒适性配置上多了后备箱感应开启功能，全方位隔音隔热夹层安全玻璃。不过看最近的成交价很有意思， S500L 4MATIC 降薪高定版的价格只要140万左右，可以说是非常低了，甚至低过了 S450L 4MATIC 降薪高定版。对这款车感兴趣的可以去问问实际情况，这个价格还是非常赚的。然后到了这个价格，其实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要不要上真迈巴赫 S？ 毕竟也140多了。其实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简单的，自己用的较多 S500L 4MATIC， 公司撑面子较多，那就是迈巴赫 S。 毕竟这个价格的迈巴赫也才刚刚起步，并且 S 最起码自己还能开，迈巴赫自己开那就是真司机了。这里再说一个有些反常识的点，提到安全，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那个车标上都系安全带的沃尔沃，但其实真正一直以来将安全贯彻到底的其实是奔驰 S。 沃尔沃的3点式安全带拯救了无数人，碰撞测试成绩也是十分优秀，但是别忘了沃尔沃 S90 只是一台 C 级车，而奔驰 S 是一台 D 级车，在投入成本上奔驰 S 有着天然的优势。 Top Gear 的大猩猩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10年后的汽车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妨看看现在的 S 级。奔驰早在1998年的 W220 就公布了一份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预安全系统，并延续至今。所谓预安全系统，就是可以提前识别即将发生的事故，并为乘客和车辆做好准备，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带的瞬间收紧和潜在碰撞前调整车辆座位，以便安全气囊的效用最大化，在车辆打滑时自动关闭天窗等，并且车辆雷达还会在感知到无法避免的侧面碰撞的时候，主动悬挂系统会瞬间提高车辆8厘米，让更加坚固的车身下部结构承受一部分冲击力，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奔驰 S 还首创了位于前排座椅后方的正向后排安全气囊。这个安全气囊和我们熟知的有所不同，这里不是通过压缩空气对整个气囊进行充气，而是只对管状气带进行充气。主安全气囊本身通过表皮上特殊设计的阀门吸收周围的空气，这使得安全气囊更加柔软，展开力度更小，从而降低了后排受伤风险。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鸡肋，但我们要知道 S 级的后排坐的都是什么人？要么是各国政要、企业高层，要么是他们的家人。奔驰之所以如此重视安全，还要归结于1955年的勒芒惨案。这场惨案导致了83人当场死亡，另外120多人受伤。自那之后，奔驰开始重点关注起了安全。但其实在更早之前的1948年，奔驰工程师贝拉贝瑞尼提出了被动安全理论，是世界上第一为了乘客安全设计严格的乘客座椅舱结构而进行碰撞临界点研究的第一人。通俗来讲就是溃缩性能，车子不是越硬越好。1951年，世界上第一次碰撞测试在贝瑞尼的指导下进行。60年代，贝瑞尼设计了宝塔防护，应用在了奔驰 230SL 上。这种设计除了能提供全方位的驾驶视野外，还提供了一体化的结构设计，防止车辆翻车时发生危险。70年代初期，3点式安全带成为了奔驰车型的标配，
整个70年代奔驰的广告一直都在强调安全性，以至于他们自己有些时候也希望自己没有必要是一台奔驰。此时的奔驰除了豪华，又多了一个被动安全的标签。包括现如今也是，所有的新能源都在吹捧的自动驾驶，其实本质就是对多种安全配置的整合。不管是摄像头还是雷达，亦或是芯片，看起来他们是各司其职，做好与其相关的工作，但当他们被整合到了一起，自动驾驶的概念也由此诞生。所以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应该以主动安全为核心，因为在整个汽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设计，5个轮子的汽车、翻盖式的大灯等等，但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能贯穿整个汽车发展历程的安全是为数不多的一点。未来自动驾驶一定会是常态，但是我希望自动驾驶在迭代进步的过程中能以安全为本。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要交流车的，都可以看评论区置顶。我也创建了一个奔驰车友会，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进去交流。今天奔驰 S 的拆解主要还是基于个人主观感受，未必适合每个车友。每个人买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加3连支持。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